伙伴们，欢迎来到中国 ，Welcome to China。她叫程潇，入行货运部唯一的女飞行员，7年飞行经验的她能够应对一切突发情况。就在刚刚他们即将降落的时候，却得知机场附近有强降雨云团，且台风即将到来。按风向判断，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。目前风速40节，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，着陆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。所以为了乘客的人身安全，客运部机长顾南婷选择复飞，等待云团过去。这一操作让后排的客运部部长面目狰狞。要想做总座啊，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，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。学着点啊，身体不怕。我们说的对。好在10几分钟之后，飞机安全平稳落地，而程潇却不顾天气影响，直接降落。我们赶到机场和旅行最后一个降落。有这么大胆，现在还敢落？看到这一幕，顾南婷脸都黑了，因为她做事一向严谨自律，是大家公认的铁血上司。碰巧的是，她刚出洗手间就遇到了程潇。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刚才不应该落地。突然的提醒弄得程潇一脸懵。当时的测风是15米，已经是公司所测规定的极限测风，而且当下如果发生滑水，飞机可能会出电阻。程潇在天上飞了7年，他很肯定当时的测风并没有超过规定，而且凭借他过硬的操作技术，能够很好的控制飞机的姿态和坡度，然后及时修正偏流角，让飞机安全着陆。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，但运气不会一直均匀。程潇并没有违反公司规定，他也懒得再听眼前的男人啰嗦。虽然顾南婷是好心提醒，但程潇并不买账，两人的梁子也算是从此结下了。随后程潇趁着夜色来到酒吧，想要放松。他跟往常一样点了一杯自由普巴，而今天也是他的生日。30岁之前，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，飞满400万公里，走遍60个国家，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。祝自己生日快乐！为了实现愿望，他拿出全部积蓄给自己买了个小窝，从此万家灯火中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盏。他也想要把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风格，这样一来，预算就上去了。没关系，我快升机长了。那一言恭喜。谢谢。可正当他准备申请机长考核的时候，部长老蔡却说出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消息。因为公司战略调整，执行演练，咱们货运部撤。而货运部的人员全部转到客运部，程潇痛斥公司不讲武德。你这是臭豆腐变成了香饽饽，别得了便宜卖乖。而5星机长老蔡却选择退休，给年轻人腾位置。老蔡，怎么了？到了客运部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给你丢脸。好。但接下来的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走。女人只是戴了个耳钉就被机长呵斥，尽管女人解释这并不会影响操作，并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。我的规定，请你摘下。看着顾南婷那冷若冰霜的脸庞，程潇虽不情愿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。随后他故意将耳钉递给了顾南婷。你自己没口袋。后排的江部长白了两人一眼，随即下达了起飞指令。顾南婷见状，只好将耳钉放进左胸口。从此程潇也住进了他的心里。而此次是程潇第一副驾驶的模拟机考核，7年飞行经验的他对这次考核信心满满。突然江部长设置了第一道难题，鸟群，好不容易躲过了鸟群，左发又失效了。程潇惯性地看向顾南婷，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，由副驾驶接替机长乘坐。什么？无语的程潇只能临危受命。慢，洛州8513，左发失效，申请应急返场。收到，潘，洛州8513，右转航向113，跑道34左，着落。程潇凭借过硬的技术，终于让飞机接通了自动驾驶。可还没等他高兴3秒钟，江部长又设置了最后一道难题。右侧发动机也停了，自动驾驶也打开了。这一刻，程潇突然慌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。他看向顾南婷，希望得到帮助，可顾南婷就跟真的脑梗一样一动不动。他飞速脑补出飞机出事的画面。这一刻，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他让观察员把脑梗的机长拖出来，然后坐在副驾驶。顾南婷虽然搞不懂程潇的意图，但此时假装脑梗的他也只能照做。准备重启，右发。处理失败。此时的情况，飞机已经飞不到机场，只能准备场外迫降。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，接着缓地点。而他准备迫降的位置选择了不远处的草地。4米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，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。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，河面上风速会更高，风向也不稳，容易导致飞机侧翻。草地上降落更安全。随着飞机越来越低，程潇让大家做好防冲撞准备。防冲撞开始。程潇凭借高超技艺让飞机安全着陆，他自认为刚刚的操作堪称完美。宋，我们创造了奇迹。可顾南婷却不这么认为。按程序，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，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。程潇说程序不是死的，
尽管他以萨伦伯格机长举例，也无济于事。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，作为普通飞行员，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。程潇遇到这样一位冥顽不灵的上司也是无语。就在你放松的时候，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，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。可是那个不是真的，这是模拟。就凭你这种，我现在100%确定，你必须从头学练。最后经过讨论，决定让程潇去澳洲参加787的改装训练，然后按照成绩决定岗位职务。而顾南婷也被安排成了他的教员。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找到把柄，咱们训练场上见。女人偷偷勒紧了裤腰带，然后拿出小瓶子对着嘴巴狂喷，最后拿出小镜子整理好露馅的假发。因为今天是她面试空姐的日子，必须将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可她刚坐下就发生了意外，好在有美女的帮忙，她才有惊无险。女人的美貌优雅深深迷住了夏至。这个美丽的女人叫李雨恒，名校硕士毕业，却选择来当空中服务员。你是硕士毕业，这么高的学历，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？我喜欢坐飞机，每次看到空姐对新生敬礼，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，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，把温暖传递出去。雨恒的回答得到了经理和面试者的点赞。下一位终于轮到了夏至。我叫夏至，就是那个景气。都说我更像惊蛰了。本以为好笑的笑话，却让空气突然安静。开个玩笑，有点冷啊。殊不知，正是因为他这一举动，让经理另眼相看。随后，经理问了他一个敏感的问题：那作为乘务员，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，让我们联系方式，你怎么回答？我长得这么安全，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，保障飞行安全。到了最后的去留环节，部长局的夏至2年换了7份工作，颇为重，而且也没有空姐该有的样子。可经理却认为夏至的亲和力和抗压力胜过一切。夏至见。而接下来是他们3个月的培训期，如果通不过，同样会被淘汰。临走时，经理好心提醒了大大咧咧的夏至。首先呢，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，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，还有你需要剪剪头发。关于空姐培训，第一个就是站姿和微笑。夏至，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，你看看以后。随后，夏至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。无语的经理只能让他好好练练。接下来的客舱模拟训练，夏至也是一塌糊涂。乘客在红茶和橙汁之间拿不定主意，这一操作直接把暴脾气的夏至惹急了。女士，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？这么纠结。他回头看了眼经理，却没有收手的意思。您看，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，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？酒可比饮料贵多，我赚。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？经理本以为夏至的亲和力能够拉近与乘客的距离，可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夏至厚着脸皮求经理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谁知接下来的水上逃生训练却让他彻底露馅。当怕水的雨恒在水中拼命挣扎的时候，作为好朋友的夏至二话不说就跳入水中去救人。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超级英雄，而经理也第一次露出赞扬的神情。可谁知下一秒，你们没事吧？夏夏，你的头发。夏至的假发就那样孤零零飘在冰冷的水面上。对不起，经理，我错了。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，苦、累、压力大不说，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。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，那么我奉劝你早退出，早止损。其实夏至也好几次想过要放弃当空乘，可他之前一遇到困难就选择放弃。这一次他想证明自己，就算再难他也要坚持。不知道经理是被他的真诚打动，还是想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最后他决定再给夏至一次机会。回到家的夏至立马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，从此也更加认真的训练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不辜负经理的信任，终于他如愿成了一名合格的空乘。可第一次上班的他们就遇到了大麻烦。男人一上飞机就看上了漂亮空姐，下一秒直接假装腿抽筋走不动道。空姐好心将他搀扶到座位上，而男人却没打算就此放过他。随着餐车的到来，男人突然伸出了咸猪手，见女人看过来便声称自己需要一杯咖啡，而他这么做真正目的是为了漂亮空姐。你叫李雨行是吧？是雨恒先生。紧接着男人又说他想写封表扬信，来感谢雨恒的热心搀扶。您太客气了，先生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可等雨恒转过身服务其他乘客时，男人立马就变了脸色，而他也终于忍不住要下手了。他先是用杂志碰了碰空姐，雨恒明显感觉到了男人的触碰，但因为今天是他第一次登机服务，胆小的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可男人却愈发嚣张起来。
直到同事看过来，男人才不得不收手。但他的心里丝毫不慌，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。回到休息室的宇恒越想越委屈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一旁的同事紧张地询问他怎么了。38C，刚才摸我，摸你，摸哪儿？摸哪儿啊？气不过的同事直接冲到48C 找男人理论。就这个人啊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仇人！男人也是经历过风浪的，自然不会容忍别人往他身上泼脏水。你看见了你？激烈的争吵吸引来了经理和安全员。你敢对我的成员做了什么？请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面对重重威压，男人也拒不承认。你们不就一场都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反而倒打一耙，说空姐污蔑他。本着不冤枉好人的原则，他们找到宇恒了解事情经过。虽然真的被摸，奈何当时没有目击证人。一旁的空姐劝他忍一忍算了，毕竟做这一行在所难免。大家都是女孩子，你怎么能？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益吗？而且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，能没事吗？好在最后程潇想出了一个点子，让男人乖乖认错。程潇说他们已经掌握了物证。物证？什么物证？哪有啊？我就不信你们还能糊弄成有了还？我们乘务员的裙子就是物证，上边留了您的指纹，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。一下飞机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，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。男人一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心里也开始慌了。他急忙来到休息室，祈求别让警察来，声称他看到警察就腿软。而程潇其实也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，目的就只是要求男人跟宇恒道歉，请郑重的向我们乘务员道歉。李小姐，我刚才就是一时昏了头了，我真的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而宇恒第一次经历这种事，也点头原谅了他。男人因为得到原谅也开心的不行，但转身就立马变了一副嘴脸。这次真的到了。谁成想这句话却被程潇听进了耳朵里。随后他拨通了警察的电话，而嚣张的男人也在大家鄙夷的眼神中被带走。见义勇为的程潇回到驾驶室，却遭到了机长的批评。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，你还有没有纪律性？而飞机也因为起雾导致航班取消。可飞机上的这位女乘客却赶着回去见老父亲最后一面。爸怎么样了？请你不要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我无理取闹？那下来听听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们乘客的利谁来管？女人被气得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一旁看热闹的乘客也纷纷指责乘务组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有位男乘客欺负了漂亮空姐，观察员程潇不愿息事宁人，选择了报警。客舱发生任何问题，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人员处理，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。你不是机长，不是乘务长，不是安全员，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？程潇也只是想让坏人尽快受到处罚，但他却好心办了坏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临时接到通知，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，本次航班取消。开什么玩笑！此消息一出，客舱瞬间炸开了锅。有人在三亚早早就订好了房间，这个损失谁来赔？可由于大雾天气，不得不取消航班，改由明天一早补飞。无奈的乘客们也只能自认倒霉，纷纷下了机。只有这位大姐坚守到最后一人，原来她的爸爸病危，正等着见她最后一面。随后，她拖着行李浑浑噩噩走出了客舱，巨大的悲痛和无力感袭满全身，她再也坚持不住，倒在了地上。一旁的空姐赶紧上前将她扶了起来，可她越想越生气。让你们领导出来！我认走！恰好此时程潇从驾驶室走了过来，大姐立马就认出了她。就是你抱歉取消了航班，你让我受这样的东西，你！程潇也十分抱歉延误了航班，但现在起雾，飞机确实飞不了。心急的大姐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。我下来听听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们乘客的利谁来管？同事告诉程潇，大姐的父亲病危，过不了今晚了。为了缓解她的情绪，乘务员扶着大姐来到了休息室。现在因为你们，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见不上了。经理说公司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飞，估计中午就能到三亚。明天到我就没有爸爸了。自责的程潇拿出手机查到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机，他自费4270元为大姐买了机票，付款的时候他却迟疑了，因为他刚全款买了房，还从机长降到了观察员，连房租都拖欠了3个月，可自己闯了祸就应该自己买单，买好了飞机票可到泉州的高铁又没票了。这时候叫出租车也等不及，突然程潇想到了一个人，太好了，你没走啊，帮个忙帮个忙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顾南亭的车却在公司，看着程潇失落又着急的样子，顾南亭帮他在网上租了辆车。走吧，车马上到。那个我就不去了，旅客对我有情绪。就这样，大姐在机长马不停蹄的护送下，安全抵达了泉州机场。恰好此时程潇打来了电话，得知大姐成功赶上了飞机，他心里的石头也总算落地了。行了，明天一早还要回家，我该回家还是2个小时。谢谢你，顾机长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件事却差点让他丢掉工作。
上一秒教官才强调纪律性，下一秒2名学员就偷偷涂起了防晒霜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报告教员，我们在抹防晒霜。顾南婷都无语了。作为飞行员，本应该是有组织、有纪律的，可现在他俩公然挑衅，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我们是飞行员，不是军人，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。声称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就相当于保护乘客。本以为顾南婷会被伶牙俐齿的程潇打败，可谁知他却让所有学员都来抹防晒霜。飞行。这一操作让宋宋直呼肉疼，这防晒霜大几百的这下全完了。果然打败魔法的还得是魔法。待大家涂抹完毕，顾南婷询问宋宋对此有何感想。是有点不太合适。然后又转头看向程潇，拖拖拉拉，嘻嘻哈哈，一盘散沙。顾南婷告诉大家无规矩不成方圆。虽然飞行员不是军人，但也应该有纪律。任何条件下，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。你们做得到吗？我可以，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。不光是我，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。顾南婷知道程潇刚从货运部转过来，心里有怨气，但他也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情。他让程潇和宋宋在原地反省，可没过一会儿，2人就被晒得汗流浃背，但他俩完全没有悔改之意。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可恨，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。不过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功课可不能被落下，这关系到考核成绩呢。他俩用塑料桩子摆了个飞机模型，然后认真的学习绕机检查。这一幕恰巧被楼上的顾南婷看见，这一刻他的心里对程潇有了连他都察觉不到的变化。接下来的训练，顾南婷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，而程潇作为队里唯一的女生，不管是跑步还是体能都是垫底。提醒你一下，按照公司规定，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，还有1位末位淘汰，要降级评估。程潇表面装得云淡风轻，但心里却暗暗下定决心要做第1名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一开门，顾南婷就径直走进，然后从裤兜里拿出程潇让他保管的耳钉。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看到程潇的被子。逗号。这是我自己的卧室，这不是飞机，你是不是管太多了？顾南婷不想跟他说太多，然后直接动手将被子叠成了豆腐块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？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。而飞行员只有时刻保持严谨，才能保证飞行安全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程潇为了向顾南婷证明自己，就算来例假也没日没夜的练习。终于在这天坚持不住，倒在了练习室。老外拿起一桶冰水就倒在了女人头上，一旁的外国小伙却异常兴奋，甚至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刻。接着是第2桶、第3桶，女人虽然全身都快冻僵了，但她始终岿然不动，嘴里也只会说一句话：给我！这么大一桶，别说女人，就算是大小伙子也扛不过3桶。同伴们看不下去，纷纷想要替他授罚。岳董说，我自己来。而关于这场赌局，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这天，程潇和宋宋只是跟服务员要了一杯温水，就惹来金发男的肆意嘲笑。Warm water? We're taking a shower. 宋宋气不过，想要上去比划比划，还好程潇及时劝住了他，因为就宋宋这小体格上去也只有挨揍的份儿。可没想到金发男却更加的肆无忌惮，不但嘲笑他们听不懂英文，还信口雌黄说中国女孩没有自己的思想。宋宋忍到青筋暴起，可那2个讨人厌的老外依旧喋喋不休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吗？程潇索性丢下叉子，走过去就掀翻了桌子。真不愧是勇敢的川妹子。You must make a formal apology for your remarks. 可对方却对刚才的言行矢口否认。跟你们很久了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We're Australia. Speak English. 你说中文。见双方僵持不下，程潇建议用飞行员的方式解决问题，那就是787模拟机测试。如果他赢了，对方就必须接受3次冰图处罚；如果他输了，所有惩罚来双倍。看着眼前的小丫头，金发男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，便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。而整个过程都被伙伴用手机录了下来。殊不知，也正是因为这个视频，最后却害惨了程潇。回到办公室的金发男信心满满，因为他已经有了200小时的模拟机操作经验。而程潇之前都没接触过787模拟机，所以每天他一有时间就来到练习室操作。可好巧不巧的是，大姨妈也在这时候找来，但就算疼得直冒冷汗，他也坚持练习。终于在他站起来的那一刻，支撑不住晕倒在地。而此时的他已经连续练习了13个小时，直到教官顾南婷见他没去上课，才发现了他。好在只是劳累过度，好好休息就没事了。转眼就到了比赛这天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恨不得马上开始。比赛采取3局2胜，第1局程潇就以高度误差正负20英尺，速度0误差胜出。第2局2类盲将手动操作，程潇一上来直接就断开了自动驾驶，而金发男却是等到建立了着陆形态才断开。结果大家也猜到了，程潇输掉了这局比赛，可金发男却觉得胜之不武。You disconnected the autopilot before your landing? Didn't you?
下面来到了决胜局，大风乱流下的着陆，而这个恰巧是程潇的强项。就在大家焦急等待的同时，比赛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。给我们小姐的这种甜点，10杯都是小甜点。还没落地，注意。突然，当飞机到达300英尺的时候，金发男选择冒险直接着陆，程潇却想到了教员曾经的话：运气不会一直选。作为飞行员，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。所以他选择了复飞。为什么？好像说你这是着陆，我们要复飞啊！刚才着陆是300英尺，飞机正在落地，再继续飞就是不稳定路线，可度无应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。而这也直接导致他输掉了比赛。Why didn't you continue to approach? Don't tell me you couldn't. No one my choice. 因为教官曾说要把每次训练都当成实飞，所以他不后悔他的选择，而他也愿赌服输，准备迎接6大桶冰水惩罚。也就出现了视频开头那一幕，当还剩最后3桶冰水时，就连对手都不忍心再看下去。但程潇仍旧独自承担下了所有。中国女飞行员这坚韧的性格让老外们敬佩不已。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却没有输掉气节。赛后，教官亲自动手煮了驱寒的独家秘方。如果喝了这个我好不了，我就拉黑你。可令程潇没想到的是，他差点因为这件事丢掉了工作。